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第5集的资安简报室，我是你的主持人 Eric。我们不只是聊新闻，更提供直接在用户简报里资安的策略与实战的话术。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老掉牙，总是有新花样的威胁——恶意连结。这礼拜有几个案例特别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是一封冒充微软的邮件，里面没有任何的连结，只有一张 QR code 的图跟使用索引。却成功骗到了账密。接着你在 Google 里搜寻 LINE 电脑版下载时，结果首页的第2条竟然是一个钓鱼网站。最后是你的 iPhone 突然跳出中毒警告，还开始倒数计时，这是什么新骗局呢？这些攻击手法的演进对于我们的防御带来了什么新挑战？我们马上进入本周的治安简报。好，每周的治安要闻，今天是9月5号。第一则 QR code 成为钓鱼的新破口，绕过传统防御直攻手机。好，最近有一家治安公司揭露了一批大规模的钓鱼攻击，骇客假扮成 Office 365寄信给员工，里面没什么重点，它就是一张 QR code，然后直接就叫你说，为了保护账号，请赶快用手机扫描这个 QR code。那这个手法叫做 phishing 啊，为什么叫 phishing 呢？它是 QR code 加 phishing 的缩写。它的高明之处呢，是在于用了跨装置防御的盲点。通常公司的邮件其实会去扫描我们的信件里面是不是有恶意的连结，例如里面有一些link 叫你要去下载，它其实是会分析你的 link 里面其实有没有风险问题。但是用 QR code 这件事情是，如果我们公司的安全闸道它并没有处理 OCR 的功能，没有办法看得懂 QR code， 它就直接放行了。结果员工在公司的电脑收到信，却利用自己的手机去扫描，那这下就完美的绕过了所有公司内部的防御措施，直接在手机打开了钓鱼页面。那这里面其实影响了一件事情，就是骇客在这个钓鱼页面，他在等着你输入账密或者是 MFA， 因为现在的攻击手法，它其实是可以及时的去联动，例如他收到你的账密，同时你也把 MFA 敲进去了，他就在另一个端帮你敲击去做这件事情。那一旦他畅行无阻的进入了公司的内部，他就很容易进行所有的资料收集你往来的信件，那就有机会进行商业邮件诈骗 BEC， 或者是去窃取敏感的资料。那首先对于企业的 IT 来讲，我们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我们要知道公司的邮件安全闸道是否能够有处理 QR code 的能力，以及解释它的来源跟分析它的意图。例如这个 QR code 里面，它到底只是一个2次验证所使用的 QR code， 还是它是一个把你导到另一个网页的 QR code？ 这应该是要仔细的去分析跟考虑，并去思考说，我们是不是要有行动威胁的防御方案 MTD。将防线延伸到员工的手机。传统防护只能处理文字的话，但它不能处理图片，那它就天生就是一个盲点，就是一个弱点。因为我们的人是看到 QR code 是无法辨识的，因为我们现在在餐厅去点餐，很多都用 QR code 去点。那你用 QR code 去点餐，其实你就已经很习惯的拿手机扫 QR code， 你并不知道那 QR code 是不是安全的。那现在到处都贴 QR code 嘛，那像我们去咖啡厅，它也是用 QR code 可以做行动预点嘛。那如果我去餐厅点餐，它也可以用 QR code 点餐，它已经被养成了一个就直接扫描的习惯，但我们人又辨识不出来，所以企业是需要把这个防线延伸到上面。第二则 Google 搜寻的结果却是钓鱼，这个叫做 SEO poison。那这个搜寻其实我们现在还有机会看到，就是LINE 的电脑版下载，在使用者去 Google 搜寻 LINE 电脑版下载时，第一页的第2个，它就是假的 LINE 网站，它是做的外观跟内容几乎跟官网都一模一样。那治安工具其实很难检测出来这个风险，因为他并不知道说，这个到底是真的官网还是假的官网。那因此现在治安工具很多都是用解析说，这个 DNS 是不是注册的刚注册，如果刚注册，它可能就会跳警告。但是这样子的机制，它不完全可以防御这件事情。如果员工的电脑是带回家里面 ，DNS 是用 public 的 DNS， 那它就有机会发生这件事情，说我要去下载电脑版的 LINE， 然后我就到了个假网站，
这种其实是很典型、很容易发生的。当使用者下载了这个假的 LINE 的电脑版时，他就有可能中毒，或者是账号外泄，或者是他可以在遥控你的电脑里面去做其他的事情，那是不是就有企业凭证外泄、敏感资料外泄的可能？对于企业与 IT 来说，我们需要导入 DNS 的 filtering，或者是安全浏览的 API 去拦截这些恶意网站，甚至是我们要教育员工说下载软体必须到官方。如果有能力，我们可以管控说员工要下载安装的软体都是经过我们正面表列所允许的，那效果会更好，因为你就不需要去特定的位置去下载。那骇客现在也不只是做这种钓鱼信件，现在是更是做了这种恶意的网站，让你搜寻的时候就会找到它，所以使用者以为它是官方下载的，但它却是掉入的这种陷阱之中。所以骇客现在不只是寄钓鱼信件，而是把恶意网站做到 Google 的搜寻首页，使用者以为是官方下载，却掉到了这种恶意的陷阱，下载到了恶意软体。再来第三则，假的 iPhone 中毒警告，你的手机真的中毒了吗？假安全警告跳出来，那其实才是陷阱，就是有使用者回报，这个使用者其实就是我朋友，那他们其实被派驻到亚利桑那，那在亚利桑那的时候，这个亲属在家里滑手机的时候，手机的浏览器突然跳出你的 iPhone 已中毒的页面，并开始倒数计时，然后要求你要安装 APP，甚至有一些这种情境的攻击，它还会要求你输入信用卡去提供这种扫毒的服务来解毒，然后以解开这个风险。那这种页面其实就是典型的社交工程的攻击，利用倒数计时跟恐吓威胁，然后制造行动者的压力，让使用者在慌乱中去输入敏感的资料。一旦你去输了信用卡的卡号或个资，那可能不只是个人的损失，若安装了恶意软体，甚至可能被进一步利用为攻击公司内部账号的跳板。那对于企业来说，其实我们应该要建立员工的教育守则，提醒说如果有倒数计时加立即行动的警告页面都是诈骗，部署行动装置的防御 App，阻挡像这样子的恶意网站。这类你手机中毒了，警告不是在修理漏洞，而是在修理你的心理。倒数计时逼你行动，结果输入的不是解药，而是信用卡号，损失的就是你。再来第四则，恶意的短网址。那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很容易去利用短网址，甚至是一些行销手段，我们都会用短网址，例如像bit.ly bitly，它其实背后很有可能，我们就里面会有隐藏着恶意的APK。在行销简讯与社群分享中，这种短网址被广泛的应用，因为短网址上面不长，它用来宣传是比较容易的，排版也会比较好看。但是这样子反而容易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你无法辨识这个短网址在背后它到底是真的服务呢，还是假的服务，还是它被指向了木马程式，甚至是钓鱼页面。因为使用者无法直接辨识这些 URL，骇客就利用了这点，隐藏了这个恶意的内容，诱导使用者点击。一旦使用者点击下载了 APK， 或者是输入了账密，就有可能造成装置的感染，或者是账号密码的外泄。好，那对于企业来讲，如果你要部署短网址跟展开检查的服务，如果你是提供短网址的企业，那你其实要内建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发布短网址的时候，这个短网址其实是要被经过扫描的，否则你的信誉很容易是被受损的。因为如果假设人家用你的短网址，你的短网址具有权威性，那它发布了以后，里面其实是有恶意的东西，你的网址就脏了。对于内部来讲，我们其实要宣传一件事情，就是这种利用讯息传进来的短网址，我们都要避免点击，甚至是避免去打开它。如果你要打开它，那你就要有一些防御策略，例如我要开启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要有 SWG， 甚至是 SWG 配合沙箱去检查里面的内容或者是利用 RBI 去开启它。短网址像这种bitly 背后可能是恶意的 APK，如果我没有展开过滤跟调查，那其实就是盲目的在这个社群里面去做点击的动作。那再来是社群讯息的钓鱼那不是陌生人传给你的才可怕，如果是你信任的同事传给你的，那才是
危险的。好，越来越多的骇客利用Line 或者是 Slack 或 Teams 这样子的社群工具去传送钓鱼连结。那这个社群逻辑呢，它比陌生邮件更容易取得信任，因为骇客只要入侵了一个账号，比如说我公司里面的嗯，举例说我们公司里面的会计同仁，他的账号密码掉了，被入侵了，然后他在公司里面宣布一件事情说请大家赶快把某某某东西交上来，然后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填报，填报的网址是这个。好，那这样子就很容易让员工们就信任说，这是企业里，这是我们的会计人员，他要我们赶快去做填报的动作，那我们就赶快去填，然后他有个连接在里头，那他就很容易被填。那假设有员工点击并登录，那很有可能整个公司就会被瓦解，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需要能够导入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扫描像 Teams 啊，或者是 Slack 或 Line 这种威胁侦测的工具，甚至是建立第二个规范，就是如果收到档案或连接都需要二次确认，或者是丢到沙箱里面去做验证。说骇客其实知道你会怀疑陌生邮件，但你不会怀疑你同事传的 Line 或 Teams 的讯息，这正是社群钓鱼的致命之处。总体趋势来说，整个恶意连接不再只是这样子 link 这件事情，他们其实是可以藏在 QR code、搜寻结果、短网址，甚至是做假的警告。企业如果还只靠邮件防御，那等于守着大门却忘了关窗户，因为窗户已经早已开启。这些案例都共同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骇客的攻击手法正在转变。不单只是用连接丢给你，他已经在用不同的平台、图片、搜寻引擎、即时通讯、假的警告，在提醒我们，防御是必须要跨装置的、跨平台的、跨管道的，才会真正有效。好的，听完刚刚上面5则真实上演的案例，从 Christian 到冒牌的 LINE 网站，到手机恐吓的软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威胁的起点都来自于使用者那一次不经意的点击。那么对于这种无孔不入的恶意连结，企业该要如何有效的建立防御体系？单靠一种工具跟训练显然是不够的。在这里，我们提出一个想法。我们在治安策略一起想一想，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恶意连结防御3层的纵深策略，让大家一起来有系统性的思考这个问题。第一层防御层prevention 就是让恶意连结无法碰及使用者。那第一层的目标是我们在釜底抽薪，当恶意连结要到使用者眼前，我们直接从网络层直接做阻断的动作。那核心的技术就是我们要有 DNS 过滤或者是DNS 过滤 DNS filtering 或者是protected DNS 就是这是一个防御的第一道防线，就是我们 DNS 是要能够有效的被检查的。电脑跟手机连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 DNS 查询 ，DNS 过滤服务会在此时介入。那在准备了大量威胁的情资资料库时，像我们的应用场景，例如遇到这种假的 line-tww.com 这种已知的恶意网域，在 DNS 查询阶段就会被直接拦截，使用者的浏览器根本不会收到 IP， 因为它解析不出来，那页面自然就打不开。核心技术2，我们需要进阶型的邮件安全闸道。这针对像是 Christian QR Code 加 Fiction 这样子的邮件威胁，我们需要具备能够分析邮件内容的闸道。好的闸道具备 URL 的沙箱功能，它会去改写邮件中的连结，让使用者在点击时先到云端的沙箱去开启。甚至更进阶的是具备 OCR 的图像辨识能力，能扫描图片中的 QR Code， 让我们从源头把这个炸弹拆除。第2层侦测与隔离层 Detection and Isolation 就是让这个点击变得无害。假设有漏网之鱼突破了第1层防线，那这一层的目标就是确保使用者的点击行为本身是安全的。核心技术就是远端浏览器隔离，叫 Remote Browser Isolation RBI。那这个是零信任浏览的终极实践。假设所有的网站都不可信，当使用者点击连接时，网页其实是在云端上开启了一个抛弃式的虚拟浏览器，
只有安全的画面影像会传到使用者身上，因为它只传画面回来嘛，它没有看，没有，它点击的动作是在云端上面。所以当使用者真的点了这种冒牌 LINE 网站的下载连接，这个下载恶意程式也会被丢在云端的沙箱里，碰不到企业的电脑。那这个是对付零时差攻击的优势啊。那假设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档案下载回本机，因为我们刚刚用 RBI 的时候，它是在远端里面看嘛，那我们 LINE 的最终是想要把它装起来嘛。那你一定想要装这个东西才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就有核心技术2，我们要有安全网页闸道就是 SWG Secure Web Gateway。相较 DNS 只看域名 ，SWG 它可以深入去检查 HTTP、HTTPS 的流量内容，及时去扫描网页中的脚本档案，防止这个恶意内容被下载执行。这个就是第2层。那再来是第3层，应变与减灾层。就是 response and mitigation， 就是让我们的减损可以得以控制。如果发生的最坏的状况，使用者的电脑真的被感染了，这一层的目标是快速反应，并将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防止灾情的扩大。核心的技术是第一个是端点的侦测与回应 EDR。那 EDR 就像我们装在电脑上面的行车记录器加保全，它会及时监控着所有异常的程式行为，例如假设有冒牌的 LINE 的安装档案在背景里执行窃密的行为，那我们就可以及时告警，甚至是阻断它，或者是把它隔离在隔离网络里面。那再来是第2个核心技术是零信任网络存取 LTNA，Zero Trust Network Access。这一层是防止在灾害扩散的关键，在零信任的授权架构下，即便的员工电脑被害，骇客也无法在内网中横向移动，因为这台电脑被预设谁都不相信，只能存取特定的应用程序。所以零信任的存取会变得非常重要。核心技术3，抗钓鱼的多因素验证。那我们在开头的第1集就有讲到了 MFA。那针对像 Christian 这样子的钓鱼窃取账号密码的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导入Video2 或者是 Passkey 这样基于硬体的强认证，就算骇客骗到了硬密码，你没有硬体金钥也没有无法登录，你没有生物辨识也无法进入我们的网络。所以导入这种像 Video2 或者是 Passkey， 它其实是更重要的，让凭证失窃的伤害降到最低。那总结来说，这3层的防御里面有3个重点，就是要有预防、隔离与应变。那这是环环相扣的，从网络浏览行为到端点，建构了一个纵深的防御体系，这才有办法去面对我们如今的现在的这种恶意连结的威胁。企业应该具备现代化的治安战略思维。好的，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技术细节与防御策略，但是身为一个 CIO 或者是 CISO 治安长或者是技术长，你可能正烦恼，我懂这些我都知道啊，那我该怎么跟董事会解释，或我该怎么跟老板解释，让他们理解这个投资是必要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帮大家整理这个重点。那当老板问你说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钱在防御这件事情，那看起来这些防御的事情就是员工不小心点错了连结。那我们其实可以这样讲，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其实是可以告诉老板，今天我们想谈的不只是病毒，而是信任的瓦解，以及它如何冲击我们的营运跟财务。过去我们认为治安的威胁是骇客用复杂的攻击技术攻击我们的主机，但是今天 90% 以上的重大安全事件起点都来自于我们员工的不经意点击。骇客不只是在闯我们的大门，而是骗我们的员工把门打开。好，那我们其实可以用3个看不到的风险来说明这件事情很严重。第一，看不见的管道风险，就是威胁今天已经不在 email 里面，我们过去投资建立的 email 防护系统，它其实已经在渐渐失效。现在隐藏在员工手机里面扫描的 QR code， 藏在他们信任的 Google 搜寻中，甚至是藏在同事里面传来的 Teams 的讯息，这都让这些防御机制都会没有效果。所以我们就像我们花了钱守了传统的方法，但是小偷已经进步了，他甚至可以从窗户或者是伪装成快递员进来，
那这是我们目前看不到的一个风险。再来是看不见的资产，就是可能丢掉的是一家的客户，如果员工点下了一个恶意连接，他不小心失去了他的档案，甚至是储存在云端上面的客户资料、研发蓝图、财务报表，骇客透过这个点击就能窃取到我们的核心资产，每一次的点击都造成我们品牌与商誉的损失，那客户的信任就会失去。那依据 IBM 的报告，就是每次资料外泄的平均处理成本高达数百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失去客户和市场信心的隐形成本。第三，看不见的营运风险，员工一次的点击很有可能瘫痪整个产线与营运流程。现在的勒索软体不再是加密档案勒索赎金，它是透过一个无害的连接入侵后，目的是瘫痪我们的 ERP， 中断我们的产线，甚至是窃取中高阶主管的权限，发动商业诈骗。BEC， 这不已经是 IT 的问题，而是会直接冲击营收和供应链的营运持续问题。1小时的营运中断造成的损失可能远超过我们1年的治安预算。所以今天的投资不是一套防毒软体，我们是要投资一个安全框架，确保就算员工犯错，公司也不会倒下。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覆盖所有的管道、所有装置的统一防护策略，从源头阻断，过程中隔离，在事后能够快速应变。那这笔投资其实是为了确保我们在数位时代的营运韧性，而是保护我们的品牌、客户的信任必要的保险。那希望这些分享是可以帮助到大家，就是帮助各位治安主管在争取预算、争取支持的时候有力表达的投资价值。好的，以上是本周的治安简报室总结。今天最大的重点是，恶意连接已经进化，它不再是你信箱里那条单纯的蓝色的 hyperlink， 而是可以藏在 QR code 图片里，你看不懂 QR code 的图片，伪装成 Google 的搜寻的结果，甚至是在手机里面跳出的假警告。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防御的思维必须跟着进化，需要一个能够跨管道、跨装置的统一的安全政策。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检讨自己和公司的上网安全。那下一集我们将讨论密码这件事情。我们在第1集的时候讨论了MFA。那最近我有看到一个密码的影片，我对这个密码的影片很有兴趣，我们将跟大家讨论密码这件事情。好，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务必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上给我们5星好评以及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订阅、点击、按赞跟分享。我是主持人 Eric，我们下周见。